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大家介绍一本可能彻底改变你对孩子这一概念理解的书籍《孩子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教育家、心理学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智慧和深情的父亲。作者姓名，他通过数十年的研究和实践，总结出了一套关于如何理解、培养和教育孩子的独特方法。这些方法不仅科学有效，而且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和智慧。《孩子》这本书自出版以来，便受到了全球家长、教育工作者以及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。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育儿的指南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理解人类成长、情感和心智发展的深刻著作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，让我们重新审视与孩子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我们作为父母、教育者所肩负的责任。在开始详细介绍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我们的孩子？我们是否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，理解他们的需求、恐惧和梦想？或者，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期望和标准去塑造他们，而忽略了他们的独特性和内在潜力？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美国著名作家、思想家亨利·大卫·梭罗 （Henry David Thoreau） 曾说过：“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。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许多孩子。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常常感到孤独、无助，甚至被误解。有一位名叫艾米丽的女孩，她在学校的表现一直很优秀，但内心却充满了焦虑和不安。她的父母和老师都只关注她的成绩，而忽略了她的情感需求。直到有一天，艾米丽的父母读到了《孩子》这本书，他们开始尝试理解艾米丽的内心世界，给予她更多的关爱和支持。最终，艾米丽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更大的进步，而且在情感上也变得更加自信和快乐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理解和支持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财富，而《孩子》这本书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智慧和工具。第一部分，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。《孩子》的第一部分着重探讨了如何真正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。作者指出，许多父母和教育者常常以成人的视角去看待孩子，忽略了他们的独特性和内在需求。作者引用了发展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 （Self-Determination Theory）。该理论认为，人类有3种基本心理需求：自主性 （Autonomy）、胜任力 （Competence） 和归属感 （Relatedness）。只有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，孩子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发展。1. 倾听与观察。父母和教育者应学会倾听孩子的内心声音，观察他们的行为和情绪变化。例如，当孩子表现出不安或沮丧时，不要急于给出建议或批评，而是耐心倾听他们的感受。2. 创造安全的环境。为孩子创造一个安全、包容的环境，让他们感到被接纳和理解。例如，可以在家中设立一个情感角，让孩子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。3. 尊重孩子的选择，给予孩子一定的自主权，让他们参与到决策过程中。例如，在选择课外活动时，可以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进行选择，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。只有当我们用心去倾听和观察，才能发现他们真正的需求和渴望。有一位名叫马克的男孩，他在学校总是调皮捣蛋，老师和家长都对他感到头疼。然而，在阅读了《孩子》这本书后，马克的父母开始尝试理解他的行为背后的原因。他们发现，马克之所以在学校捣乱，是因为他感到被忽视和不被理解。于是，他们开始更多的关注马克的情感需求，给予他更多的关爱和支持。最终，马克的行为问题得到了显著改善，他在学业上也取得了更大的进步。第二部分，培养孩子的情感智力。第二部分探讨了如何培养孩子的情感智力 （Emotional Intelligence）， 即识别、理解和管理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。作者引用了丹尼尔·戈尔曼 （Daniel Goleman） 的情感智力理论。该理论认为，情感智力是决定一个人成功和幸福的重要因素。它包括自我意识、自我管理、社会意识和人际关系管理4个方面。1. 识别情绪，教导孩子识别和命名不同的情绪，例如快乐、悲伤、愤怒、恐惧等，可以通过阅读情绪卡片、玩情绪游戏等方式进行。2. 表达情绪，鼓励孩子用健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，例如通过绘画、写日记与他人交流等。3. 管理情绪，教导孩子一些情绪管理技巧，例如深呼吸、冥想、运动等，帮助他们学会在情绪激动时保持冷静。4. 同理心，培养孩子的同理心，让他们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例如可以通过角色扮演、阅读故事书等方式进行。情感智力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能力之一，它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，更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和未来的幸福。有一位名叫莉莉的女孩，她总是因为小事而大发脾气。她的父母在阅读了《孩子》这本书后，开始尝试培养她的情感智力。他们教会莉莉识别和命名自己的情绪，
并鼓励他用健康的方式表达出来。例如，当莉莉感到愤怒时，她会画一幅画来表达自己的感受，或者与父母进行沟通。最终，莉莉的情绪管理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，她的行为问题也得到了有效改善。第三部分，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。第三部分探讨了如何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 （intrinsic motivation）， 即由内心产生的对学习和成长的渴望。作者引用了自我决定理论中的内在动机概念。该理论认为，内在动机是推动人类行为的最强大力量，它包括自主性、胜任力和归属感3个方面。1. 设定合理的目标，帮助孩子设定一些具有挑战性但可实现的目标，并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和鼓励。例如，可以与孩子一起制定学习计划，并定期进行回顾和调整。2. 提供积极的反馈，即是给予孩子积极的反馈，肯定他们的努力和进步。例如，当孩子取得进步时，可以给予他们一些具体的表扬和鼓励。3. 创造有趣的学习环境，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。例如，可以通过游戏、实验、户外活动等方式进行。例如，可以带孩子去博物馆、科技馆等地方，让他们亲身体验学习的乐趣。4. 鼓励自主学习，给予孩子一定的自主权，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和方法。例如，可以让孩子自己选择阅读的书籍，或者参与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项目。内在动力是孩子成长的真正源泉。只有当他们发自内心的渴望学习和成长时，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发展。有一位名叫汤姆的男孩，他对学习一直提不起兴趣，成绩也总是处于中下游水平。他的父母在阅读了《孩子》这本书后，开始尝试激发他的内在动力。他们帮助汤姆设定了一些小目标，并给予他足够的支持和鼓励。例如，当汤姆完成一项任务时，他们会给予他一些具体的表扬和奖励。同时，他们还创造了一些有趣的学习环境，例如带汤姆去参观博物馆，参加科学实验活动等。最终，汤姆对学习的兴趣得到了显著提高，他的成绩也有了很大的进步。第4部分，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。第4部分探讨了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（Parent-Child Relationship）， 即父母与孩子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和信任关系。作者引用了依恋理论 （Attachment Theory）。该理论认为，早期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情感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安全型依恋关系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础。1. 高质量的陪伴，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陪伴。例如，可以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与孩子一起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活动，例如阅读、游戏、聊天等。2. 积极的沟通，与孩子保持开放、诚实的沟通，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，并给予他们积极的回应。例如，可以定期与孩子进行一些深度对话，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。3. 无条件的爱，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和接纳，让他们感到被重视和被关爱。例如，可以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，并给予他们一些温暖的拥抱和亲吻。4. 树立榜样，父母要以身作则，成为孩子的榜样。例如，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向孩子传递积极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。亲子关系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关系，它不仅影响他们的情感发展，更影响他们的人格形成和社会适应能力。有一位名叫苏珊的女孩，她与父母的关系一直很紧张，她的父母总是忙于工作，很少有时间陪伴她。直到有一天，苏珊的父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们开始尝试改善与苏珊的关系。他们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与苏珊一起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活动，例如阅读、游戏、聊天等。同时，他们也加强了与苏珊的沟通，倾听她的想法和感受，并给予她积极的回应。最终，苏珊与父母的关系得到了显著改善，她变得更加自信和快乐。通过以上对孩子这本书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育儿的指南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理解、关爱和支持孩子成长的深刻著作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，让我们重新审视与孩子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我们作为父母、教育者所肩负的责任。孩子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，它教会我们如何真正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，如何培养他们的情感智力，如何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，以及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。这些都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石。我真诚地呼吁每一位家长、教育者以及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人们，都应该认真阅读这本书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。只有当我们真正用心去理解、关爱和支持孩子，才能帮助他们实现自我发展，拥有一个幸福、充实的人生。最后，我想说，孩子这本书就像是一盏明灯，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。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用心去倾听、去理解、去关爱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。谢谢大家。